等自己当父母就和父母和解了。其中爱，那你还真说错了。自己当父母之后，看懂了很多自己当年父母的问题啊，就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中国的老话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其实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无恩。少了一个无，是不是这道理？真知灼见吧？不养儿不知父母无恩。大部分父母在中国啊，我这仅限于咱们中国儒家文化的这个市井草民这个阶层，大部分父母是很潦草的，是从众心理的。他们的结婚不是因为爱情，他们生你也不是因为爱情的结晶，他们结婚只是因为同龄的人都结了婚，这个世界都必须长到这个岁数就要结婚，如果不结婚，邻居会笑话，大爷大妈会不停地问，所以就相亲结婚啊，结了婚再说。生孩子也是随大溜，从众心理吧，所以根本没有做好准备。所以生完孩子之后呢，就是他妈的烦啊，就觉得孩子好烦，孩子一哭好烦，一闹好烦，不睡觉好烦，不吃饭好烦，总之就是孩子就是烦。那怎么办呢？打、揍、骂，反正他小时候也这么过来的。大部分父母是这样的，大部分。也就是说他心里边根本不爱孩子，没有爱的概念。所以你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，正常的或者说至少有51%的中国父母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无恩。真相就这么残酷。就像我妈打我一样，我操，昨天我还悠着点说了，因为我有点偶像包袱。我看到观众朋友们老问我说，老王你怎么能跟女孩比啊？那女孩被打2次，那内心深处多受伤。你个男的臭小子，你打呗！我去，你们真的是他妈，你们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我去，我是他妈从3、4岁就开始挨打，一直打到我妈打不动我为止。我昨天说打了几年，实际上是打了10几年，打得我鼻子出血，啪一大鼻子下来，鼻血滋就出来。那我妈特有意思，她只打我脸，她特别喜欢打我脸。哎呦，那就是可能是打脸最有成就感。我操！就是他心烦嘛，他跟我爸什么闹离婚啊、吵架呀之类的，拿我做他妈撒气筒。好家伙，我爸倒是自由，他不回家他躲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也没地儿躲，天天抓过来就打，天天抓过来打，一个星期没打我，我自己给自己庆祝了一下。我记得啊，就是多说2句吧，就是咱们拿性也没什么他妈的，都是普通人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什么神。就是我跟你讲讲有。多荒唐！有我们家那时候住4楼，我妈就是切菜做饭，她想起来没有葱了，她叫我，她说你下去，就是在1楼，我们家那个有个小院里边放着冬天存储的大葱，一卷一卷那大葱，她说你给我拿2根葱来，等，我下去给她拿2根葱，我那年大概3年级或者4年级我忘了，拿2根葱，然后把葱交给我妈，瞬间啊大鼻子啪啪。我操，鼻血呲出来，我嚎啕大哭，然后隔壁阿姨都听见了，我们家邻居，因为当时都在夏天都在做饭，阿姨也在做饭，过来，打孩子干嘛呀？那阿姨从来不打孩子，她儿子叫王健，是我的小玩伴，跟我差不多大。你打孩子干啥？阿姨把我一护，你怎么打他？你为什么打他？我妈说什么？我让他拿2根葱，他就真只拿2根葱。我操！当时阿姨都无语了。那你说你让他拿2根葱，孩子拿2根葱，你打你这生什么气？你要想让他多拿点，你就说你拿4根、5根或者多拿几根。你说让孩子拿2根葱，孩子老实给你拿2根葱，你怎么也打？就这也打丢？还有一次我的钥匙，我小时候嘛，更小时候这儿挂钥匙丢了，回家钥匙不见了，啪啪打。其实钥匙没丢，钥匙是放在我们家那个桌子上。然后大人做饭什么的，把那个钥匙在自己家餐桌上给推下去了，就掉在桌子角上，就因为这事也挨打，鼻子打出血，暴揍一顿，脸都给干肿了，就确实说以前呢，每个星期都有，理由变换不同，就是心情不好打一下啊，心情不好打一下，就是烦人，就是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今天的云淡风轻的叫什么？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今天老王的云淡风轻看透一切，是用了多少年去弥合内心的
童年的伤痕和疮疤呀，全部直面这些疮疤，直面这些伤痕，成熟了、结痂了、掉了、没伤了之后，才能这么看，站在月球看地球，像讲别人的事儿一样讲自己的事儿，明白吗？所以在我眼里，他爸打他2次真的是拿性，你们是不是拿性？虽然男女有别，那也他妈是拿性啊。所以有的孩子说，有的观众朋友说，哎呀，我太幸福了，跟老王一比，跟教主一比太幸福，我们家从来不打我。我操，我真羡慕你们，我操，我宁可不在大院出生，我操，我都想跟你交换，我真的交换人生，我操，那你挨那种像疯子一样的妈妈的打，我操，那就是他就是疯子，他在中年，就是35岁到46、7岁这10几年，他精神不正常，绝逼是躁郁症，就今天才知道这叫躁郁症。那个时候不懂啊，那时候那他妈早倒了血霉了。我爸这他妈的当兵的，这一蹬自行车走了，去营房了，操，走了，吃去了，喝去了，我去，我惨了，我惨了。所以这个长大了以后把这些东西带到原生家庭，所以第一次做父亲也打过我大女儿嘛，所以后来我向她道歉嘛，一样的嘛，就是因为你多多少少会把暴力基因带过来。啊，当然老二老三绝对没有，我们家老二老三绝对没有，老大7岁之后也完全6、7岁之后完全没有，但是老大5岁之前还是脾气不好，没有意识到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把内心的伤痛弥合掉，修补好，还是有漏的，没有做到无漏，还是有漏的。后来大概就实际上真正的做到无漏是到温哥华完全安静下来之后。才慢慢无漏。哎呀，我也是从小被打到大 C， 你好可怜啊！我们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没事都忘了啊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古壮亲强了，没有人再能打我们了，没有人再因为他自己心烦就随意的把我们抓过来一顿暴揍了，没有了啊，永远不可能了。那我们就把伤口长好，仔细看那个伤口，研究那伤口，然后不要躲，不要藏，不要掖着，不要瞒，把这些东西彻底长好。就把这事忘了。教主家里老三主要靠老二打，所以力上一样很高。现在不打了，老二已经不打老三了，因为他们俩胜负已决，不打了。你这刚学跆拳道那会儿，我操，那会儿那俩小家伙还都小，没轻没重的，咔一高鞭腿，老二把老三眼角踢破了。哎呦，给我心疼的，就因为这个我也没动老二一个手指头。只是很严厉的批评他，就是你不能这样干啊！这教给你们是要强身健体，保护弟弟，不是让你打弟弟的。然后一个晴天霹雳传来，他妈给他们报了一个新的班，说跆拳道太贵了，然后跆拳道呢，也觉得没有什么进展，最近报了极真流空手道，极真流的，我确定了一下，那个英文单词是极真流空手道。练武的都知道极真流空手道意味着什么，哎呦，我这心疼一下揪起来了。还好老二现在也长大了，不再那么暴力了啊，他们已经进入极真流空手道道馆，已经开始进行修炼了。最近明显打人那个动作，我操，叫巨狠，我操，那跟哈那个跆拳道完全不是一概念，我操，那极真流来真的，那是极真流，我靠，好多疯子他妈呀，没错，好多母亲啊，真是不合格。母亲不合格比父亲不合格恐惧，因为父亲虽然打，但是父亲就是那种天生的反派，孩子是有提防的，因为他乾为天嘛，至阳至刚嘛，他打人发脾气，孩子是有提防的。母亲打人就是坤为地啊，坤宁嘛，坤宁前清坤宁嘛，坤不宁，这孩子母亲打人对孩子的摧残是要超过父亲打人，因为母亲是孩子的大地。等于你脚底下没地了，我操，他妈没地了，完了，坠入地狱，坠入地狱下边还有地下室，就是那个受伤很大的，必须习武啊，应该习武啊，因为你将来面对这个社会并不太平啊，你必须能够自保，学武能让你有自信，能让你有阳刚之气，男孩女孩都应该学武。他们7、8岁，我让他们习武，学习音乐和武艺，然后到15、16岁，我就会教给他们枪啊，组合枪啊，就是火器，这是必修课，必须会，不是说为了杀谁，而是为了保护和在被杀的过程中保持最后的尊严和冷静。
和最后的机会。就是你对手枪很了解的话，如果你对手枪很了解的话，除非这个人上来就是要你的命，第一枪就要打你的要害，否则他很难打死你。哎，这个你们不知道吧？如果你对手枪特别了解的话，你完全不怕不哆嗦，动作不走形的话，比如我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要是属于那种激情的那种，在街上打起来了，然后他拿出来个手枪吓唬你，他伤不了你啊，伤得了可能，但是绝对要不了你命。他只有机会打出第一枪，第二枪他肯定打不出来，因为手枪你只要把套筒给他抓住，掰开一下，不要让他打到你头和躯干的话，手枪打不出第二枪来。你们知道吧？手枪打不出第二枪来，除非他用的是左轮手枪。他只要是用现代的曲尺型的手枪，他就打不出第二枪啊。教给你们没用的冷知识。抓住套筒以后，套筒副镜簧就不能正确工作，第二枪一定会卡壳，一定会100%会卡壳。我操！管这个省，广东省，那小平临死没有违背诺言。你们要知道，温相未必知道吧？温相他未必知道那么多吧？广东的人事安排，广东人事安排一直是叶家说了算，内蒙的人事安排一直是乌家说了算。这个是小平同志还是讲规矩的，因为建国的时候就这么承诺的嘛。当然后来就都不讲了，步小林什么都被拿下了，那是后来的事儿。到汉武帝了，那就变了嘛。但是文帝、景帝还都是遵循高祖的这个规矩的。山西是伯家嘛，伯家一直没有那么强，山西是伯家影响力非常大，这不假。但是没有那么强，因为薄一波还照叶剑英他妈差，那不就是个夏利跟奔驰吗？那薄一波跟叶家的那就是夏利跟奔驰吗？那没法比啊。那他跟内蒙他更没法比了。内蒙乌家那是内蒙王爷就是那么分的，就是必须那么干，要不然人家就不支持共产党。乌兰夫，不会吧？我在靶场可以连发10枪，那是因为靶场没人抓你套筒啊。你自己抓着套筒，你看你连发2枪吗？你这连发10枪，那你枪这么大，没人你正常打，你连发10枪，连发14枪也可能啊。9毫米压14颗子弹，那你打完14发也是正常啊。我说的抓住套筒是枪对着你的时候一下抓住套筒，他那个枪就没法做附近了，知道吧？你玩手枪玩时间长，你知道那个手枪附近，尤其是那个越贵的手枪，越精美的手枪。附近那个簧就越精巧，你比如说贝雷塔，它就附近特别精巧，稍微使不对劲儿，你就没有人抓你套筒，你就打不出第二枪去。手枪不常玩，打不准，真正有用的就是手枪，就是你真正能杀人的是手枪，长枪杀不了人，长枪只有在战场上能杀人。你在什么日常生活中，你说你背个长枪出门，你还想杀人？我操！你门走不出3步，警察就把你摁住了。但是手枪呢，它就隐蔽起来太容易了。所以在我们加拿大呀什么的，包括在美国的有些这个公开持枪的州，对于手枪的规矩都是最严的。你带手枪出门只有一个原因啊，如果你是不合理的、不合法的，那就是你要杀人了啊！你不杀人，你带个手枪干嘛？手枪我最喜欢的是1911，那个1911是1911年定型的美国的手枪。哎呦，那是1战之前啊，1911年真他妈好用。因为1911年之前，菲律宾那个时候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，菲律宾起义了，要独立嘛。美国当时去镇压，美国牛仔带的是.38左轮，那个时候都是牛仔的时代刚结束不久嘛，所以美军当时装备的是.38左轮手枪。结果呢，就是发现墨西哥这个小矮子特别喜欢在丛林中蹦出来，拿个大砍刀直接砍美国兵的脑袋，那比日本兵还要凶残。而且呢，因为他们个儿很小，上阵之前他们喝一种菲律宾蜂汤，就是今天讲那蜂汤大概就是一种类似于毒品的东西，兴奋剂。喝完了以后刀枪不入，几枪打不死，因为他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也不需要睡觉。在丛林的这种肉搏战里边，美军士兵人高马大的，居然1对1打不过菲律宾的这些起义的这些丛林民兵，所以就必须直接上手段，就紧急给这个1911公司下任务，你给我开发.45口径的
0.45英寸口径的兄弟，0.38、0.45、0.38、0.45都说的是英寸啊，0.45英寸口径的子弹，我操，那跟0.38的一比，就放在一起，就相当于老王的大火箭和你们普通人的大火箭那个比例一样，就是那样。这个这么大，这个这么大，这个这么粗，那这个这，明白吗？就这个，就这个比例。然后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打出去一枪，这个人就是喝了再多的蜂汤，他不能动，了，就是动不了了，这就叫停止效应。1911出厂以后，它只能装7发子弹，因为它的设计非常老，只能装7发子弹，但是足够了，因为真的是一枪就能把它定到那儿。这1911的威力大到什么程度？这不要说菲律宾人喝蜂汤，就是黑熊近距离的一枪都能给他干倒。棕熊干不倒，黑熊是能干倒的一枪，因为那个子弹太大了。然后美军就特别喜欢，太好用了。一战用这个，二战在太平洋跟日本夺岛的时候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日本兵精通拼刺术，就是解放军为什么拼刺刀厉害，全是跟日本教官学的。解放军的扎枪拼刺术全是日本的步兵教程，所以日本拼刺刀太厉害了。美军又干不过，我操，一本扎的浑身都是洞，因为美国压根就不是拼刺刀的料啊。然后就紧急使用1911，全部每个士兵，以前1911军官每个士兵一把1911，跟日军干硫磺岛什么的，这个上去拍雷流，每个人一把1911。然后你看二次大战回忆录，杜鲁门回忆录，他这么说这句话，他说1911相当于一个最好的日本武士从小练到大，能连续挥出7刀，就是日本那个武士刀精准的7刀，所以没有一个日本兵能扛得住7刀，所以美军有了1911就敢在丛林里跟日本兵面对面的干，否则的话美国兵不敢在丛林里跟日本兵面对面干，因为丛林里面对面的时候2-3米才能看到对方，那个时候掏枪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是步枪已经来不及了，步枪根本就来不及开枪，大家必须拼刺。那手枪不一样，美军那时候就鸡贼坏了，我操，就是根本不跟你拼刺刀，拿着1911 K 给你来一下，我操，完了，一枪倒，你后边再有个嘣再来一枪，7颗子弹足够你吃了。所以这个1911太牛逼了，它这个战斗力太强，它是一个打仗的枪。就是你要是我打仗，我肯定带1911，你别M92我用都不用，那个屌鸡巴玩意儿，我操，那都是周润发耍帅的，搁藏到花盆里，咔咔咔这么打。那个叫什么周润发演的那个小马哥，那他用的是贝雷塔，也后来的美军的 M92，但是 M9 系列，但是那个1911太经典了，太经典。破案了，老王亲自承认自己的大火箭就是.45的尺寸，一派胡言啊，一派胡言。我说的是.45和.38的比较，美式拔刀7连斩，没错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的就是.38。54模仿的吧？不是，54模仿的是俄罗斯的 T33， 54是模仿的俄罗斯的手枪。俄罗斯 T33 它威力很大，它用的是7.62毫米的手枪弹，那就是细很多，但是威力很大。教主家孩子们学什么乐器？就是老大学的是古筝，老二老三现在在弹钢琴，而是他们自己愿意弹的，不是我逼的啊。这我没办法。人老三今天开始磨我要学吉他，那就这么差不多呗，就是老三吉他，老二就基本上就是钢琴一样，然后老大古筝。现在最好用的是格洛克，你快你就纸上谈兵吧，沃克教你是不是没玩过这格洛克啊？我第一把枪就是格洛克，那个一言难尽，塑料枪，真的是塑料枪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对于这个没摸过枪的人特别友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特别好拆，格洛克就是咔咔一下就拆开了，就1秒钟就能拆开。新城市猎人里边吴彦祖跟成龙比赛，组枪那个阿祖投降吧阿祖，那个枪就是格洛克。格洛克就是世界第一把塑料枪，刚出来的时候过海关那个 X 光看不见，因为它只有枪管是铁的，整个枪身全是塑料的，工程塑料的。所以呢，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还逼着格洛克枪公司把这个枪的塑料里边加了金属粉，使它在 X 光底下能成像出一个枪的轮廓。但是它的问题非常明显，就是它
抖动太轻，它太轻了，换句话就是它后坐力太不舒服了，不利于它打不准。1911 25米，我可以一枪打碎这么大一个瓷盘，25米就是人头这么大的瓷盘，25米我可以一枪把这个瓷盘打碎。我不敢吹牛逼，7枪我可以至少打碎5到6个盘子，而且是速射，就是不是说在那瞄半天，不是，就是7枪7秒钟吧，或者10秒钟之内7枪6个盘子，这是1911可以保证你做到的，但是 Glock 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太轻了那个枪。加拿大现在还能买枪吗？当然能买枪，能买枪，能，你拿到枪牌，考你的restricted 就是那个限制级的枪牌，你就可以买手枪，便宜啊！你没看我上面的1911拿着最舒服 ，Glock 最方便，对，1911拿着特别舒服 ，Glock 拿着也很舒服。警察都用 Glock， 警察全部这边制式，美国加拿大警察全用 Glock。Glock 的保险非常好 ，Glock 的保险叫扳机式保险，就是它有2个小舌头。你手指不压住扳机，这个枪怎么掉到地下，怎么滚，怎么砸，响不了，就是它不会走火。这枪，这也是专利设计。你想我军旅子弟，我来这儿第一件事就买枪，我们家我有14把枪，而且都是第1年买的。之后我老婆就跟我翻脸了，一个枪毛都不让我再买了。她说你要干啥？14把枪，1万多发子弹，你要干啥？我一想，我要干啥？我操！我要干啥？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。我操！所以我2012年到2014年，我买那1万发子弹，我到现在还没打完呢。就是我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就是大年初5蹦穷去蹦个200发去。后来我也不怎么打了，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打了，就是1年打出去不到100发。你说我1万发子弹啥时候能打完啊？我操！抢银行去，我也不是那块料啊！再说加拿大银行里面没多少现金，你说抢个屁呀！我他妈抢完了之后，那不值啊！所以我就玩枪，我就玩明白了嘛，就玩明白了。你说一个小姑娘上大学的小姑娘，她有什么肌肉啊？那她打那么准，她这跟没关系，那是可能跟呼吸和稳定以及心态有关系。你像打高尔夫一样，就有的人一下就能打进去，他心态非常重要。最后挥那一下，你扣扳机那一瞬间，你心不乱，他就能打准。你心一乱，一想我必须打准，一定打不准。尤其是手枪，因为呼吸的影响太重了。我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男的打手枪不如女的打手枪准。玩单反的打手枪都打得特别准。只要这个人玩过单反，他哪怕1天手枪都没打过，他只要来加拿大去了靶场，摸上枪，他就能打到靶心去。那就为什么？就是玩单反时间长，他那个巧劲儿、轻劲儿，他手不动，手指头尖动，手腕本身不动，他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拜拜啊，拜拜。